此前大热的金砖五国，为何在现在却被很少提及呢？是什么导致曾经的金砖五国现在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呢？是什么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局面？为何使得金砖五国变成了一金四砖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词经常在中文文互联被提到，叫做金砖国家，因此中国属于金砖五国之一。但近年来这个词已经很少出现了，而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探讨。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金砖国家，为何会有金砖五国这一称呼。据悉，在2001年的时候，高盛研究员奥尼尔发布过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4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关。由于上述4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 BRIC，与英文单词当中的砖非常接近，因此这4个国家才有了金砖国家的称呼。最开始国际社会认为金砖4国只不过是高盛公司吸引投资的一种新方式，直到2009年，俄罗斯在看到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对于世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而且还掌控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命脉。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俄罗斯就联合其他几个国家一起将金砖4国落实，以此来在国家社会上谋取一定的话语权。因此，俄罗斯邀请其他3国共同进行了金砖4国的领导人会晤，然后与各国领导人发布相关声明，表示金砖4国正式成立，并由此加强了金砖国家的联系和合作，建立起全面、高效的合作机制，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7国集团。在金砖4国达到一定雏形后，再看到此局面，南非也有了加入金砖国家的想法。于是在2010年的时候，南非加入金砖国家的行列，自此才有了为人们所熟知的金砖五国，也标志着金砖五国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金砖五国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这也是当时国际环境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金砖五国成立后，这5个国家就进行了多次高级会议，5国之间不仅达成了合作协议，而且着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主张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人们共同富裕，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就。此后，在2010年，金砖五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5个国家的发展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中中国成为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其他4个国家也有不错的发展，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分别位于世界第3、第7以及第8经济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确实金砖五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当时的金砖五国又被称之为新兴国家，不过在其中中国并不算是最突出的一个，毕竟当时这5个国家的体量都相近，但是这一切在2013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13年，美联储开始转变货币政策，从而导致全球的资金供应链都进入紧张的状态。因此，国际资本大量从金砖国家流出，如此一来，金砖国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货币汇率和金融市场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到了2016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于金砖5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巴西的贸易逆差也达到了非常恐怖地步，竟然达到了40多亿美元。在经过巴西央行的评估，巴西国内的经济已经进入衰退期，表现极其糟糕。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情况更加糟糕，在美国的多方面制裁下， GDP 严重下滑，印度的发展也一蹶不振，速度缓慢。原本实力就偏弱的南非，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已经消耗殆尽。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金砖5国中的4国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而且都开始走下坡路，完全是处于倒退的状态。但是中国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中国凭借人口红利以及低廉的生产资料价格，制造出质优价廉的产品，迅速成为全球市场中的中坚力量。然而，这也引起了很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厌恶情绪持续升温。以美国为例，美国民众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依赖中国产品，但是近来随着疫情的反复，供应链的不正常，加之各国大量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开始攀升。但是似乎美国民众并不会因为些许的涨价而放弃购买中国产品，因为随着中国制造的不断发展，已经在国际社会上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并且以其独特的优势，使得中国制造一直在世界上处于发展的领先地位。
而且也是发展越来越快。而美国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也是十分的大，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产品已经完全深入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有可以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能力。虽然有些中国产品的价格很高，但是许多美国民众依然选择购买，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通胀会上升。所以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加之有效的通货紧缩手段，使出口产品的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有效抑制了美国的物价上涨。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并随着中国产品价格上涨，中国汇率走强，也就意味着中国在有效地向美国输出通胀。因此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反而是发展的越来越快，继续加快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也有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而且将继续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且也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发展意义，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带不动其他金砖4国，从而是一直拖金砖国家的后腿，从而导致金砖国家的发展较为缓慢，而且也没有达到最大的利益发展。因此也使得金砖国家的影响力日益降低，从而也逐渐降低了金砖国家的互信，也使得金砖国家这一组织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也违反了之前成立金砖国家的初心。此外，加上印度与巴西将中国视为威胁，这就更加加重了金砖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风险。印度总理莫迪甚至还想在全方面与中国竞争，给出的借口是因为担心中国会伤害印度国内的制造业。而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的反华情绪却是基于意识形态，这是由于其阻止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该国的 5G 推广，并发誓不购买科兴的新冠疫苗。由于拒绝购买中国疫苗的行为也遭到该国副总统和其他政客的反对。莫迪的反华立场主要是受反华情绪升温、新冠疫情和经济动荡的影响，还发起了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这就使得印度国内在抵制中国日用品和减少对中国制造进口的依赖呼声越来越大，而且也使得印度民众想要加强本土产品使用的呼声也愈演愈烈，从而促使印度开展了实质性的行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印度政府下架了中国大量 APP， 减少其在印度 APP 市场所占用的市场份额。因此也是由于印度和巴西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大，所以这也使得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俱乐部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这也使得曾经的金砖5国如今就只剩下中国这一块金，其他4块都是砖的局面，这未免有点让人唏嘘不已。